白人掰开黑奴的大嘴唇子，仔细观察他的口腔和牙龈，紧接着捏住黑奴的鼻翼，查看鼻腔里有没有溃烂。等确定黑奴体内没有携带病毒和传染病之后，白人捡起一根木棍棍，鱼儿里先扔出10米远，然后命令黑奴以最快的速度将木棍子捡回，以此来检验他的四肢是否健全。而奴隶主为了能让自己的黑奴卖个好价钱，通常都会在出售前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力量和速度训练，并且在出售当日给黑奴身上涂上一层锃光瓦亮的猪油。如此一来，黑奴不仅卖相好，同时也会显得比平时更加强壮。而黑奴中被称之为极品的，当属这位身材犹如双开门冰箱的麦丁格尔。只见他双手掐腰往这一站，顿时就吸引了一位长相富态的贵族寡妇。经过了一番360度无死角的打量，寡妇当场开出3000美金的高价，想把这个麦丁格尔买回家当男宠。然而就在他准备付钱时，庄主的儿子 Michael 却突然高喊：“我出3500把他卖给我！哪里冒出来的小瘪犊子？本寡妇看上的男人你也敢抢？我他妈出4000，那我就是加500。哼，老娘他妈不要了！”说罢，提溜着裙子转身离开。而 Michael 之所以愿花费4500美金买下这名黑奴，是因为他想要利用曼丁格尔的纯正基因优化庄园的黑奴血统。只要携带着曼丁格尔的基因的小黑奴接连不断的出生，这一辈子搁家坐着数钱就完事儿了。而 Michael 的父亲作为贩卖黑奴30年的奴隶主，也是头一次见到血统如此纯正的曼丁格尔，于是呢立刻命令奴隶生火烧水，为曼丁格尔进行全身洗礼。与此同时，庄园内20多名刚成年的黑人女孩也做好了备孕准备，坐在床上静静等待曼丁格尔的到来。3天过后，曼丁格尔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没来及喘口气儿，就遭遇到一名黑奴的突然袭击。原来庄园里的其他黑奴得知曼丁格尔的任务之后分外眼红，于是挑出了一个最强壮的黑奴，打算给曼丁格尔一点教训。这次他们严重低估了曼丁格尔的实力，黑奴没来及出手就被曼丁格尔死死勒住脖颈。不会儿，曼丁格尔抱住对方大腿根，扑通一声将其摁倒在地。而这也让 Michael 看到了曼丁格尔的摔跤天赋，于是当即带着曼丁格尔和自己的老爹朝着经营黑奴摔跤场的表哥家里呼哧呼哧疾驰而去。他打算让曼丁格尔参加摔跤比赛，以此来提高自家黑奴的知名度。可刚到表哥家， Michael 就看到了表哥手持无敌霹雳鞭对偷吃馒头的黑奴噼里咣啷一顿猛抽。表弟 Michael 见状一把拦住表哥。 What are you doing? That makes a man feel good. She likes it too. Don't you, pretty wench? 但是这仅仅是白人虐待黑奴的冰山一角，他们最喜欢的还是看黑人自相残杀。于是第二天一早， Michael 便带着黑奴中品相最好的曼丁格尔参加了摔跤比赛。当信心满满的曼丁格尔看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从未有过败绩的黑胖时，顿时吓他们拉了尿了。但是他们是黑奴，压根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硬着头皮主动迎战。面对黑胖速度极快的喵喵拳，曼丁格尔集中注意力不停躲闪，可随着黑胖不停的变换攻击角度，曼丁格尔顿感力不从心，只听砰的一声，一记重拳把曼丁格尔打得迷瞪的。紧接着黑胖趁机勒住曼丁格尔的腰子，油力一把将其抱摔在地，王浩也迅速压到曼丁格尔的背上，打算把他脖梗的活活拧断。千钧一发之际，曼丁格尔使劲扣住对方的手腕子，艰难起身，王浩也一个猛冲把小黑胖按倒在地。谁知这却彻底惹怒了黑胖，只见他用大拇哥狠狠地扣住曼丁格尔的眼珠，直到双眼渗出血水才松开双手。紧接着趁曼丁格尔视线模糊，朝他的大脸盘上叭叭叭叭也叭叭是接连地出拳。纵使曼丁格尔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他依旧不肯投降，因为他知道一旦输了他们这场战斗，主人就会立刻将自己处决。于是曼丁格尔趁黑胖不注意，使出了一记断子绝孙拳，王浩也用尽全身力气跳到黑胖背上，死死咬住对方脖梗。就这么式，黑胖脖梗的大动脉被曼丁格尔活活咬断，最终因为流血过多当场嗝屁。很快，曼丁格尔打败老黑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贵族圈，老麦家的黑奴价格也因此翻了整整1倍。然而 Michael 的老爹仍不满足，他安排曼丁格尔住进女黑奴的宿舍。曼丁格尔虽然有100个不情愿，但身为黑奴的他根本无力反抗。于是不久之后，含有曼丁格尔基因的孩子便咕咕坠地。可这些可怜的孩子还没享受过襁褓的温暖，就被麦克老爹以100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其他白人。而随着老麦家黑奴交易的生意越做越大，当地最有威望的公爵直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 Michael。可新婚当晚， Michael 发现妻子先前有个不检点的行为，于是当场摔门而出，从此不再理会妻子。之后的 Michael 反倒对自家的女黑奴嘘寒问暖，久而久之，妻子的报复心越来越重。于是这天的鬼使神差般的来找曼丁狗陪自己唠嗑。身为奴隶的曼丁狗压根不知道要唠啥，于是就把自己存了20多年的身世全讲给老妹儿听。2个月后，老妹儿的丈夫 Michael 回到庄园，而当 Michael 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立刻一改往日的冷漠态度，一把将妻子拥入怀中。面对丈夫的热情，妻子似乎有些惶恐不安，但看到丈夫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妻子便决定赌上一把。很快，妻子就要到临盆的日子了。然而等接生婆接生完孩子之后，顿时吓他们一激灵，随后赶紧叫来管家商量对策。但管家看到孩子后，顿时明白了一切，于是当即拿起一条毛巾，将啼哭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随后管家走出产房，告诉 Michael 大人无恙，但孩子没保住。谁知 Michael 听后说啥都要瞅眼去世的孩子，然而等他看到之后，顿时就明白了，管家是为了保住他们家最后一丝尊严。于是 Michael 就假装关怀地走向妻子，然后将一杯熬制的产后补血药递给妻子。殊不知药里已经被下了剧毒。鹤顶红看着妻子吨吨吨将鹤顶红一饮而尽， Michael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王浩尔 Michael 叫来曼丁狗，逼迫他跳进100度的滚水里。Get in!
No, Massa. Goddamn, get in here! 眼瞅着满丁格在滚水中不停挣扎，迈克扔掉猎枪，拔出铁叉，朝着满丁格的大胸坎子扑哧一下插了进去。一旁的黑奴看不下去，赶忙快步冲上前进行阻止。可此时的迈克已经杀红了眼，一个甩肩将黑奴掀翻在地，而这也彻底激怒了黑奴。他顺势捡起地上的猎枪，将枪口对准迈克。迈克的老爹见状顿时慌了，习惯性的对着黑奴破口大骂。然而话都没来得及说完，黑奴扣动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老爹瞬间倒地。等迈克连滚带爬的跑到父亲身边，老迈已经彻底没了呼吸。迈克神情恍惚的蹲在墙角，彼时富甲一方的家如今已经被毁得家破人亡。看到这儿问你句话，你觉得白人 Michael 和黑人谁更可怜，谁更可恨呢？